欢迎收听华瑞投影观点。最近我们聊了好多关于 AI 晶片和数据中心疯狂扩建的话题，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科技巨头们在市场上最焦虑的，早就不是买不到辉达的显示卡，而是抢不到电。没错， AI 的尽头真的是电力。当成千上万个24小时不间断运转的算力矩阵无情地吞噬着电网，全球最聪明的资金此时非但没有盲目追高软件股，反而正在掀起一场史诗级的核能文艺复兴。而今天我们的主角 Solstice Advanced Materials 就是这场核能复修浪潮中全美唯一掌握了核燃料转化命脉的隐形巨无霸。瑞银证券最新发布的核能深研报告帮我们掀开了这家公司的终极底牌。他们预估，随着美国对俄罗斯核材料进口禁令强制执行，加上2027到2028年合约价格迎来延迟重定价的大爆发，这家全美唯一巨头将会迎来史诗级的价值重估。今天我们带大家一窥这场由 AI 算力倒逼出来的核能大变局。首先，我们必须先来做个硬核的科技科普。为什么说这家公司掐住了全美核能发电的脖子？这就要提到核燃料生产循环中最关键也最难以替代的物理部首——六氟化域转化。瑞银在报告中指出， SOLS 营运着全美境内唯一的六氟化域转化产能。大家要知道，天然玉矿砂是没办法直接拿来当成核燃料的，它必须先经过化学转化，变成气体状态的六氟化域，才能送去进行后续的浓缩和燃料棒制作。虽然这个转化步骤在整个核燃料生产成本中仅仅占了微不足道的约 5% 的比例，但它的价值却是极其不成比例的巨大。因为转化产能的建设门槛极高，审批时间极长，全球能做这件事的工厂屈指可数。而 SOLS 作为全美唯一的在地转化基地，其在产业链底层的垄断地位，简直就像是通往核能世界唯一的收费站。瑞银分析指出，这项无可替代的护城河预计将会推动 SOLS 的转化业务在2030年之前实现双位数的税前折旧摊销前获利年复合增长率，这无疑是一台低调而扎实的印钞机。除了无可替代的是在地优势，这场核能复兴背后的供需天平此时也正朝着对 SOLS 极度有利的方向发生着历史性的倾斜。瑞银在报告中详细剖析，目前全球核燃料市场正处于结构性的极端紧绷状态。在供应端，未来几年内全球几乎没有任何重大的新转化产能建设计划，而最致命的催化剂在于，美国政府针对俄罗斯核燃料进口禁令的强制执行窗口已经日益临近。在过去，俄罗斯是全球主要的核材料供应国之一，一旦这条进口管道被法律彻底切断，全球核燃料供应将会面临急性的失血。而在需求端，随着 AI 算力对零碳、稳定机载电力的刚性渴求，全美核能装机容量预计将会迎来跨越式的膨胀，从目前的约100 MW， 在2050年大幅攀升至400 MW。在这种供应被俄罗斯禁令刚性锁死，而需求因 AI 电网重构大爆发的极端不对称格局下，美国政府和各大电力公用事业客户正在以史无前例的热情将采购重心转移到发展美国本土的供应链上。作为全美唯一在地转化产能的拥有者， SOLS 已经成了所有美国核电大厂绕不过去且必须优先绑定长期合约的唯一救命稻草。那么最关键的财务爆发点到底在哪里？这就是瑞银在报告中帮我们深度解密的合规合约重定价延迟效应。瑞银指出，核燃料行业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财务规律，那就是银行的实现价格通常会比市场上的合约指数滞后2到3年。这意味着，虽然过去2年里市场上的核燃料转化合约价格已经疯狂上涨了每公斤20美元，新业务的签署价更是直接冲上了每公斤55美元左右的高位，但 SOLS 过去2年因为履行的是几年前签署的低价老合约，所以其财务报表还没有完全展现出这波涨价的恐怖威力。但是这个时间差即将被彻底填平。瑞银预估，随着老合约的陆续到期， SOLS 的订单部将在2027年到2028年期间加速向每公斤55美元的这个高价区间进行全面重定价。瑞银定量团队进行了精密的现金流折现推演后宣布，
光是这项即将在2027年全面启动的重定价进程，就能为 SOLS 的股票注入高达每股16美元的净现值。这代表着现在市场的定价根本还没有认真计入这场即将到来的利润海啸。对于这场由 AI 算力、电力短缺倒逼出来的核能大变局，华瑞认为这本质上宣告了全球 AI 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跨越了购买算力晶片的初级阶段，正式进入到了抢得机载能源与物理壁垒资产的下半场大博弈。市场长期以来将目光聚焦于辉达或博通，却忽略了在物理世界中，如果没有24小时不间断的前进绿色电力支持，再强大的晶片也只是一堆毫无用处的锡片。而核能作为唯一兼具零碳排放与高稳定性的公用事业机载能源，其战略价值正在被全球科技巨头重新评估。SOLS 作为全美唯一的核燃料转化巨头，其高达100%的在地化供应稀缺性，说明它已经不是一家传统的材料公司，而是转化为了整个 AI 时代最底层的算力能源税收工具。同时2027年到2028年即将迎来的合约价格翻倍重定价，为 SOLS 的股价构筑了一面高高的防御保护墙。华瑞认为，虽然美债 5% 的利率红线会带来市场短期的波动拉锯，但这种由各国政府刚性政策与 AI 电网建设双轮驱动的利润，展现出了极强的非周期自生性高成长属性。这将会推动全球主权基金和最敏锐的强线配置资金在未来几个季度内持续调整对能源与先进材料板块的配置权重，将资金从那些产能过剩、面临恶性竞争的普通材料商中抽离，重新分配到像 SOLS 这样兼具极致物理垄断壁垒、强定价权与高能见度利润弹性的隐形巨无霸中。这才是应对宏观高利率和通膨的最优防御策略。当然，瑞银也提醒我们必须防范转型期可能面临的双向风险点。第一个关键风险在于产能扩建在实质执行层面的工程延迟与成本超支。瑞银指出，虽然 SOLS 目前正在评估进一步扩大产能以获取更多市场份额，但核电工程和相关转化设施的扩建涉及极其严格的核安全审查与环境评估。如果未来的扩建项目遭遇行政审批拖延或造价超支，将会在短期内压低其整体资产回报率。第二个风险是全球大宗商品与能源替代技术的非线性突破。瑞银报告中提到，虽然目前核能复兴势不可挡，但如果下半年其他新型清洁能源在技术和成本上取得超出预期的进展，或者美国联邦电网政策在短期内出现方向性调整，可能会放缓部分核电项目的新建步伐，进而对其2050年达到400 MW 装机容量的量化模型构成中长期的潜在扰动。瑞银发布的这份深度报告，用最客观的6氟化域转化流量与2到3年合约滞后重定价数据，为我们揭开了全球 AI 下半场最为硬核的物理材料霸权争夺战。这不是一个遥远的故事，而是一场俄罗斯禁令关闭供应大门、AI 电网重构确立在地刚需、2027合约重定价锁定获利爆发，而长期核能溢价不可动摇的立体战役。对于投资者而言，要想在这场核能文艺复兴中看清底牌，做好不对称的防御配置，我们的操作焦点绝不能只看名义大盘指数每天的起起落落，而是要学会跟踪最底层的实体指标。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家密切盯紧2条实用线索。第一，是美国针对俄罗斯核材料进口禁令的具体执法进度与时间表，这将直接决定全球核燃料供应吃紧的流速与现货合约价格的攀升高度。第二，则是密切关注 SOLS 在接下来季度财报中新签长期合约的平均单价是否如期稳定在每公斤55美元的高位，以及其评估中的产能扩张项目的实质性获批进展。这2项高密度的实体硬指标学起来，我们才能在宏观流动性的剧烈拉锯中理清头绪，找到最安全也是最稳妥的跨资产防御与超额溢价路线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